柯文哲，这位2014年突然出现在台湾政坛的新面孔，从一位政治素人到如今的总统候选人，也是唯一一个会公布政见执行完成度的政治家。他的崛起代表了台湾政治格局中的一次重大变革。柯文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作为候选人的身份，更在于他作为一名改变者的潜力。今天，我们将从逻辑的角度，深入探究这位民众党候选人如何在多元而复杂的台湾政治环境中产生影响，以及他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台北市长成长为全台湾范围内拥有广泛资源者的政治领袖。为何年轻人都喜欢他？这里我就不谈他的政绩，因为网络上都查得到。在开始前，先预告视频中会有个小彩蛋，想知道的人一定要继续看下去。1. 柯文哲的背景和政治旅程。首先，我们从他的背景探讨。他的政治背景就是没有背景，最初就是一名号称智商157的台大急诊室医生，跟创伤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叶克膜专家。很多政客老人都不知道，为何年轻人都喜欢柯文哲。这里我就用我收集到的资讯来跟大家说。首先，他的政治旅程是从医学界跨越到政治领域，让他跟传统政客相比，如同清水般的存在。加上当时很多人已经开始厌倦了传统政客的形象，且他本身讲话就很有梗，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对年轻人而言，一开始就如同很呆萌的吉祥物，加上绿军长期攻不下北市，才想换一个无党籍的人上去选选看。后来绿营的票，结合厌恶蓝绿恶斗的选民支持下，他当选了第一次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的领导风格。老实说，柯文哲在刚上任时也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但他以清晰的头脑和出色的记忆力，逐渐适应并改善了管理方式。由于原本身为医师，他对实用主义和对效率的追求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设置市民信箱，使得他能够迅速回应市民的需求。在备选时，与以往需依赖市府局处长及智囊团辅助的市长不同，柯文哲展现了更多的自主和亲力亲为。可以常看到他一个人在与蓝绿议员的辩论中，常展现泰然自若的态度，不时以机智的回应反驳对手。这种作风除了深受市民喜欢外，也让台湾民众渐渐认识了他。而且他不间断的上班日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开晨会的做法，时常回报进度，也让市府的所有官员上紧发条，其实能展现出市府团队同仁高效率的办事风格。这里公布小彩蛋，早期蓝绿两党常谈的居住正义，实际上只有柯文哲8年任内完成了2万多户的公宅。有朋友托我帮他宣传，他当初因住进柯市府盖的公宅，并攒到了购屋的资本。这位热心的市民对柯文哲的政治理念深表认同，他表示，若柯文哲能当选总统，作为对其政治理念的支持，他将托朋友举办一场社区聚会，邀请大家一同庆祝这个历史时刻。视频有看到这里的朋友们，记得转传这部视频给你的朋友，让他得知这个消息。若开票结果真是如此，住在附近的朋友们记得去共襄盛举。社区地址我会放在视频说明栏位。3. 柯文哲的公开沟通和透明度。柯市府常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与市民直接交流，这种新颖的沟通方式深受年轻人喜爱。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不仅分享市政动态，还展现他的个人生活和思考，拉近了与市民的距离。这种直接不障碍的沟通方式，让柯文哲与市民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其他政客在当选后常闭口不谈选举政见不同，柯文哲积极公开他的政见完成度。他最近宣布，8年任期内，他的政见实现率高达 97%， 并成功减少了超过500亿的债务。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是我几十年来知道唯一会公布政见完成率的政治家。这个举动让我看见他对自己承诺的务实要求，把原本政治冷感的我唤醒了，觉得这块土地上如果有多几个这样的政治人物就好了，像早期的陈定南一样。4. 亲民。自古以来得民心得天下。曾经在新闻上看到柯文哲在忙碌的公务之后，直接在便利商店购买泡面吃。当时虽然我已经知道他以公开透明著称，但对于他如此接地气的行为还是颇感惊讶。我们通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政治人物用餐，多半是穿着正式，参加宴会和正式聚餐，但在柯文哲身上却完全看不到这些痕迹。起初我还以为这可能是作秀，毕竟可以装作一天清明，但难以持续做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错了。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柯文哲不顾摄影机，直接享用简单的餐食。更为显著的是，他每天不坐市长专用车，而是选择搭乘公交车上班。持续8年，他常说政治其实很简单这句话，充分展现了他的亲民个性。柯文哲的这种行为不仅拉近了他与市民的距离，也展现了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朴实真实，不为外界的繁华所动摇。这种亲民的个性不仅赢得了民众的喜爱和尊敬，也为政治领导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5. 承认错误的勇气。柯文哲拥有台湾当前政治领域中罕见的一种特质，
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错误。在民众长期目睹蓝绿两党相互揭露政治弊端，官员被揭露丑闻后，仍找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的背景下，柯文哲的这种态度显得尤为难能可贵。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能够在电视上坦诚地回应：“这是我的疏失，我会回去检讨并改进。”这样的举动，在我第一次看到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发了我对柯文哲这个人物的强烈好奇。在我的观念中，一个人要真正进入自我反省的阶段，首先必须学会承认错误。没有这一步，所有的讨论和承诺都只是空谈。柯文哲通过他的行为，展示了这种重要的领导力品质。他的这种直面问题、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不仅为他在政治领域中赢得了尊重，也在民众中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看到这里，还不懂的年轻人为何支持柯文哲的话，那我用简单的2句话来形容：年轻人都是看这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他说了什么。6. 当选台北市长后的改变和影响。当上市长后，因为他本身个性就是实用主义的改革者，事事都要求公开透明和高效，所以他也要求公开自己问政的画面，加上网络无国界，所以全台湾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在议会被询时的所有表现。这种新颖的问政方式打破了传统政治的束缚，为台北市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革。也是因为这般的公开透明，当初还未参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才能再次出现在全国民众眼前。我也是因为那次看了当时还身为柯文哲下属的韩国瑜在跟议员备选时强硬回话认真的态度，才认识了这号人物。这项议会备选的改变，等同于间接帮了韩国瑜提高了知名度，同时也踢开了韩国瑜未来选高雄市长之路的敲门砖。柯文哲在台湾政坛中犹如清新之风的人物，从他的政治旅程到亲民的作风，每一步都深刻体现了他对改革和真诚的承诺。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从医学界跨越到政治领域的转变，更是关于一个人如何以诚信、勇气和实用主义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他的公开透明、勇于承认错误和不断追求效率的领导风格，为台湾政治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他以身作则，展示了政治人物也可以亲近民众，坦诚面对自己的不足，并且勇于改变。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是对政治其实很简单这句话的生动诠释。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柯文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行为，赢得了民众的心。他的影响力远超过他的政治职位，因为他不仅是台北市的市长，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民众领袖。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政治家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他的崛起，不仅代表了一次政治变革，更是一种人民对诚实透明和公正政治的渴望。他让我们看到，政治不必总是复杂还遥不可及，它可以是简单直接，并且充满人性的。通过他的故事，我们见证了一个真正的改革者如何在台湾政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是小玄子，朋友们，我们下次见。